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识。今天我要为大家解说的书籍是《疲惫了就动起来》。这本书适合那些每天都感到疲劳，甚至睡觉也难以解除疲劳感的人。在这本书中，我们将揭示日本人的疲劳模式以及对抗疲劳的方法。这是一种可以每天实践的有助于缓解精神疲劳的方法，只需15秒，你就可以迅速开始。在这个视频中，我将按照以下顺序为大家解释我们的疲劳是从哪里来的，有关慢性疲劳的3个误解，以及创造舒适睡眠环境的方法。请尽情欣赏吧。我们的疲劳从何而来呢？无论是被工作追逐的商务人士，被家务、育儿围绕的主妇，每个人都可能感到一些疲惫。虽然感到疲惫，但我们总是努力微笑，这是否真实呢？日本人感到疲劳的主要因素来自于人际关系、工作压力、责任等导致的精神疲劳积累，这是日本人常见的疲劳模式。疲惫使整个身体感到沉重和倦怠，我们常常不知道该如何才能让自己精神起来。放弃工作是不现实的，不去照顾婴儿和家庭也是不可能的。育儿是每天都在进行的，即使睡觉也无法摆脱疲劳。要缓解和减轻身体的疲劳也并非易事。不过，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感到的疲惫是有确切的原因和解决方法的。实际上，除了身体疲劳外，我们感受到的疲劳还有很多是由于自律神经紊乱引起的。工作压力、睡眠环境的变化、气温和湿度的变化等因素都会导致自律神经平衡失调。当自律神经平衡失调时，我们就会感到精神疲劳，比如难以清醒、情绪低落等。作者提到了他称之为不好的疲劳的一种精神疲劳。现在，我们来了解这种情况下的身体疲劳。想象一下，运动爱好者在完成锻炼后感到肌肉酸痛，或者同事们在共同完成紧迫的工作后的疲劳感，还有周末与孩子们玩耍尽兴后看到他们熟睡的样子所感受到的身体沉重感。这些身体上的疲劳是一种好的疲劳，带有一些清爽的感觉。你不仅感受到疲劳，更感受到了充实感。不好的疲劳和好的疲劳区别在于是否受到精神层面的压力影响。很多人认为忙碌是导致疲劳的原因，但作者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关键问题在于不能灵活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比如家务、育儿和照顾他人的生活会限制你的生活，使你的自由时间变得很有限。这种精神上的限制会成为一种无形压力，导致一天结束时感到疲惫不堪，从而形成不好的疲劳。总的来说，主动改变是关键。运动当然是一种有效的方式，然而并不一定非要进行体育锻炼，自己也可以设定计划，要享受并全身投入其中。这就是主动改变的理念。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关于慢性疲劳的3个常见误解。首先是误解1，认为休息的越多，疲劳感就会减轻。很多人觉得在感到疲劳时，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身体休息。或许你也有过整个周末都懒洋洋地躺在床上，中午甚至还不想起床，直到傍晚才开始活动。这样的休息方式，偶尔在周末也不错，特别是在极度疲劳时，身体是需要充分休息的。然而，如果一直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血液循环会受阻，不良的疲劳状态可能会得不到恢复，会有一种越躺越累的感觉。作者提醒我们，当感到疲劳时，更应该轻松地活动身体。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为了让身体迅速恢复到良好状态，通过休息将富含氧气的高质量血液传递到身体的每个角落，血液循环和身体都会得到改善，精神状态也会得到积极的变化。通常，我们感到疲倦和愤怒的原因大部分是由于血液循环不良所引起的，血液滞留在静脉等地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堵。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主要是静脉血流变差，无法有效运输废物和疲劳物质，因此我们会感到疲倦，想要躺下休息。在感到愤怒的时候，最合理的处理方法是活动，因为可以促进血液流动。通过肌肉的运动，原本滞留的静脉血液流动会变得顺畅，这样废物和疲劳物质就能被处理，氧气和营养也能传递到细胞的每一个角落。作者推荐的方法是散步，与平时的步行速度相比，稍微快一点，每次进行5分钟左右的多次行走，比起连续行走20分钟更为有效。通过散步，呼吸量增加，血液流动也加速，这是作者所倡导的。接下来是误解2，因为太忙而感到疲劳，每天加班，没有动力，同时兼顾照顾家庭和工作，
长假之后回到职场会产生抑郁情绪。确实，忙碌和疲惫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然而，关于充实感中的疲劳，你可能曾经体验过，虽然很疲倦，却有愉悦的感觉。这是由于意识差异造成的。当你努力追求自己想要的结果时，希望他人感到高兴时，并且自发地付出努力时，与被迫去做某事，别无选择或者因为别人告诉你要去做什么时，这两者带来的疲劳感是完全不同的。对于那些已经养成了消极思维的人来说，突然转变为积极思考是困难的。同样的，改变这种意识也并非易事，但即使是一点一点地排解忙碌，切换心情也是非常重要的。误解3，认为因为不再年轻，所以无法摆脱疲劳。这个观点一半正确，一半误解。年轻时，每个人都会在心里想过，为什么那时候这么有活力呢？每个人都可能在心里默默嘀咕过1、2次。实际上，根据自律神经的研究表明，男性在30多岁，女性在40多岁时，副交感神经的活动会下降。也就是说，当副交感神经的活动降低时，交感神经会占优势，导致自律神经的紊乱更容易发生。副交感神经的活动下降会使挑战新事物变得繁琐，同时在陌生环境中很难适应。年轻时，副交感神经的活动较高，即使短暂的自律神经紊乱，也能迅速恢复。然而，随着年龄增长，自律神经的调节能力会减弱。男性在30多岁，女性在40多岁时，无论是喜怒哀乐，都会变得不擅长接受新的压力引起的情绪变化。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对于面对新的变化而感到苦恼，口头禅都变成好累、好烦。虽然确实因为不再年轻而感到疲劳是事实，但因为不再年轻而无法解决疲劳绝对不是事实。首先，创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的方法。如果感觉受到了压力，就不要让自己一直保持静止，而是养成运动的习惯。如果你真的感到身心俱疲，就不必勉强自己去运动。身体和精神感到双重疲劳时，如果处于这种状态，那就毫不犹豫地休息吧。要获得高质量的睡眠，有2个条件是必须的：一是在睡觉前提高副交感神经的活动，通过一种愉悦的感觉进入睡眠；二是在醒来时能够感觉到睡得很香，疲劳得到了缓解。本次将介绍3种满足这2种睡眠环境的有效方法。首要目标是在睡前增强副交感神经的活动。这3个方法分别是营造一个放松的睡眠环境、穿宽松舒适的睡衣，以及让房间充满能够让人放松的香气。现在我们来详细探讨每一个方法。首先是第一个方法，营造一个放松的睡眠环境。我们本能地对黑暗感到不安，虽然看似适合入眠，但实际上有可能会增强交感神经的活动。因此，如果在全黑的房间中难以入睡的话，可以巧妙地利用柔和的间接照明。此外，在情绪波动较大的晚上，播放音乐是有效的。放上古典音乐或柔和的轻音乐等，让你感到放松，可以促使副交感神经的活动增加，帮助你平静下来。如果难以入眠，同时以低音量播放音乐入睡也是有效的。重要的是要在卧室中消除引起焦虑的因素。接下来是第2个重点，穿宽松舒适的睡衣。大家睡觉时穿什么样的服装呢？实际上，睡觉时的服装比想象中重要。从调整自律神经平衡的角度来看，不穿任何衣物睡觉对整个身体来说都是合理的。然而，对所有人来说，实际操作可能有一些难度。当然，作为正确的睡眠服装，腰部过紧不仅会导致血液流动不畅，而且还可能对膀胱造成压迫，成为夜间醒来的原因之一。因此，作者推荐的是腰部不要太紧的绳带式裤子，上半身也应选择不会太紧的宽松 T 恤等。睡眠时要坚持选择柔软放松的睡衣。此外，床单、被子和毛毯应注重触感。实际上，每个人对触感都有所偏好，建议大家尝试追求对肌肤触感舒适的材质。接下来是第3个重点，房间里散发能够让人放松的香气。我们的五感，包括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都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对自主神经产生重大影响。例如，与走在城市街道相比，到公园散步，看着郁郁葱葱的树木，听着风吹拂树叶的声音，能获得更高的放松效果。嗅觉方面也是如此，宜人的香气可以使人感到宁静，同时提高副交感神经的活动。在睡前闻一下喜欢的香气，可以获得适度的放松效果。香气的种类并不特别重要，
只要是你喜欢的，就能达到效果。如果你是容易感到寒冷的人，可以尝试一些柑橘类的香气，因为这种香味被证明对提高血液循环有好处，尤其在面对压力或感到疲劳的夜晚，善于运用香气的力量来平静心灵和身体是个不错的建议。最后，强调了一个值得遵循的关键建议，那就是当你决定休息而不是虚度时光时，请确保下一个周六或半天的时间是充分放松的，而不是毫无目的地浪费时间。希望这样的小贴士对你有所帮助。在这段时间里，即使有紧急的工作联系或家人对你说了什么，也都会置之不理。你会将这段时间安排为自己悠闲度过的时光，无论是尽情的躺着，或者一口气追漫画，或者一口气看积压已久的海外剧，或者边听喜欢的音乐边喝茶，通过自发选择轻松的方式度过这段时间，让自己心情得到恢复，身体得到休息，从而恢复心灵的宽慰。当你能够放松心情、休息身体时，自主神经就会逐渐调整平衡。希望这期的视频对你的生活有一些帮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